到伯恩·安德森去世的消息啊，关于他美貌的诅咒终于结束。即使到最后啊，他仍然坚信 Det var inte riktigt min dröm, så att säga. 朋友们啊，提起美貌，你脑子里蹦出来的词是什么呢？是幸运，是通行证，还是老天爷赏饭吃呢？伯恩的人生啊，就是一部活生生的美貌诅咒史。15岁的时候呢，被誉为世界第一美少年，那张颠倒众生的脸啊，惊艳了整个时代。但也正是这张脸，毁掉了他的事业、家庭和他的半生的光阴。1970年呢，意大利导演维斯康蒂啊，正在为他的新片《魂断威尼斯》全球海选男主角。他对塔奇奥这个角色啊，有着近乎是偏执的审美要求。他跑遍了整个欧洲啊，面试了数千名少年，都找不到那个能够让他灵魂震颤的脸。直到他在瑞典看到了15岁的伯恩·安德森，那时候的伯恩啊，害羞内向，甚至有点自闭。5岁的时候呢，父母离婚；10岁的时候呢，母亲又突然自杀。他就是在一个充满了孤独和缺失的破碎家庭里长大的。这种童年呢，会让他极度渴望被关注、被认可，尤其是来自父亲这个角色的认可。而维斯康蒂啊，这位64岁才华横溢的导演呢，恰恰呢，就是以一种父亲般的姿态出现在了他的生命里。这就是一个完美的猎物。在试镜的时候呢，维斯康蒂啊，用猎人看猎物的眼神上下扫视着伯恩，甚至提出了很多过分的要求。在那个权力不对等的房间里啊，15岁的伯恩呢，不知道也不敢拒绝，他只能照办。他美得像是一尊古希腊的雕塑，却也充满了尴尬和局促。那一刻呢，他不再是一个名叫伯恩的男孩，他成了一个被观赏、被给予的美丽的物件。电影上映之后呢，轰动了全世界。伯恩·安德森这张脸啊，成了最大的爆点。世界第一美少年这个头衔呢，像是一个牢笼将伯恩锁死。你以为这是天降紫微星的爽文剧本吗？不是的啊，这是噩梦的开始。电影爆红之后呢，维斯康蒂啊开始带着15岁的伯恩呢，频繁的出入各种酒吧。他像炫耀一个战利品一样呢，将这个对自己言听计从的少年推向了名利场。在发布会上，维斯康蒂更是当着所有记者的面呢，用这个伯恩啊听不懂的法语来贬低他。全场呢是哄堂大笑，当事人伯恩呢也是跟着笑，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就是那个笑话。但是这份来自维斯康蒂的恶意和利用，那还不是最可怕的，更可怕的是案件。来自维斯康蒂的伴侣赫尔穆特贝格，这位正宫啊，眼看着导演的心思呢全在这个伯恩的身上，嫉妒心那是彻底爆发了。于是呢，一场针对伯恩的抹黑运动开始了，各种关于伯恩的负面新闻啊，开始在欧洲的各大报纸上流传开来，甚至啊还有杂志呢去恶意造谣他死亡的消息。因为这些莫须有的负面新闻呢，伯恩遭到了欧洲影坛的封杀。在欧洲混不下去的伯恩呢，又被经纪人啊带去了日本去寻求发展。你以为这是新的开始吗？不是的啊，这是另一场更荒诞的噩梦。伯恩这张雌雄莫辨、充满了破碎感的脸呢，让他成为了所有少年漫画里啊最完美的原型。他被强迫穿上了华丽的宫廷装去唱日语歌曲，他被经纪人逼着吃药，只为了能够让他一天之内连轴转赶7个场子。这种因为美貌而成为祭品的悲剧啊，在好莱坞呀也曾发生在瑞凡·菲尼克斯的身上。瑞凡呢和这个伯恩一样，都拥有一种超越了性别的美，也同样都在心智尚未成熟的年纪被这个贪婪的行业当作商品一样过度的消费和榨取。他们曾是导演镜头下的完美缪斯，也是资本压榨下的脆弱灵魂。最终呢，一个在精神上死去，而另一个呢，则在24岁那年因为过量服用违禁物倒在了街头，用最惨烈的方式完成了物理上的死亡。你看啊，有时候啊，这极致的美貌呢，对于一个没有强大内心和背景保护的少年而言呢，或许啊，从来就不是什么通行证，而是一张通往地狱的单程票。在经历了这一切的荒诞和压榨之后呢，伯恩啊，终于崩溃了。他带着一身的伤痛和对演艺圈的极度厌恶逃回了瑞典。他只想做一个普通人，他努力的去藏起那张曾为他带来荣耀也带来诅咒的脸。他结婚生子，在监狱在商店都工作过，最后呢成为了一名音乐老师。他以为自己终于可以摆脱那个魔咒了，然而呢命运呀似乎并没有打算就此放过他。几年之后呢，他年仅2岁的女儿意外的夭折，这份打击啊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的妻子无法承受丧女之痛，最终呢也选择离他而去。婚姻的破裂，骨肉分离，再加上长期的抑郁和酗酒，伯恩彻底消失了。当他时隔几十年再次出现在大众视野里的时候，是2019年的电影《仲夏夜惊魂》。他饰演了一个从悬崖一跃而下摔得血肉模糊的长老。伯恩·安德森呢很满意这个结局啊，因为他的脸终于被摔坏了。上帝呢给了他一张精致的容颜，却忘了给他一份能够配得上这份容颜的凡人的幸福。他就像是一个误入了成人世界的祭品，被一个名叫做美的魔鬼选中，然后呢被这个贪婪丑陋的世界反复吞噬，直到尸骨无存。但是走到最后呢，他却依旧保持着自己最后的尊严。美丽从来无罪，有罪的呢是那些个打着艺术的幌子去觊觎、去利用、去摧毁这份美丽的肮脏的灵魂。